方曾太，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像是一只鸟啊！什么鸟？不，是一只鹰。这只鹰看着眼熟吗？大人，是滴血雄鹰。什么？你看，这只鹰和案发现场的滴血雄鹰是不是一模一样？看来这只滴血雄鹰与这将军庙的主人宇文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难道凶手真的是这位前隋名将的鬼魂？不，这世上没有鬼。可是大人，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啊？我不知道。怎么了？这就是那座大院中死者的头颅。可是这些头颅为什么会在这儿呢？短短几天时间，永昌县境内连发血案，看来我这泾县县令是做到头了。依我看，发案并不可怕，只要你能破案，你的官儿就还能往上升。这几件案子蹊跷诡异，几日调查下来，竟毫无端倪。连恩师您亲自出马尚且如此，就不要说我这个学生。我看要破此案是难上加难呐。哦，为什么？不知怎么回事，学生觉得此案飘摇恍惚，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元芳，你想说什么？卑职和曾兄有同样的感觉，一种不祥的预感。哦，说出来听听。大人，卑职怕说出来于事无补，反而影响了大人的判断。但说无妨。那我就说一说。我知道，大人从不相信鬼怪之说，可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连环相套，奇诡无比。正如曾兄所说，就像每一件事都是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的一样。那位官道上早已死去的所谓死者江小郎，前隋萧果军专用的蹄铁，诡异无比的汉代宝马，将军庙树洞中那些死者的头颅和左臂，这每一件事都和几十年前发生在江家庄的血案惊人的相似，这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啊！因此你就认为一切都是厉鬼所为？卑职妄言，请大人恕罪。你也这么看吗？叶恩师洞察之细，推理之强，竟然找不出丝毫人为的破绽，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恩师还记得吧？上午我们在将军庙正殿基石上发现的那个图案，与血案现场的滴血雄鹰竟然一模一样。如此可怕的巧合，再精明的策划者也是想不出来的。所以学生认为李将军之言甚为有理。
何大人，那你看呢？卑职不敢妄言，只是前随萧国军专用的蹄铁和汗血宝马，恐怕用常理来说是解释不通的。进来。奉太爷之命，去请庄中的长者前来问讯，可所有人都像见了鬼一样，能躲的都躲了起来。小人无奈，只好硬拿了2个老汉到此，请太爷恕罪。罢了，请他们进来吧。带进来。去掉铁锁。是。你们先下去吧。是。今天传唤尔等，乃因昨夜恩济庄中血案之事，尔等为何百般推诿，不肯前来啊？太爷，草民不是不肯前来，实在是家中有事啊。大胆刁民，公然抗拒官府查案，难道不知国法森严吗？草民不敢，草民不敢。不是看在你2人年迈的份上，今天这顿板子你们是挨定了。实话告诉你们，庄中血案，尔等难脱干系。倘若实话实说，一切都好商量。要是支支吾吾、藏头露尾、隐瞒真相，那就休怪本官无情。尔等都听清楚了。草民明白。你2人选出1人与本官说话，不足之处，另1人补充。看什么看？还不快说！九哥，您说吧。那就让草民来回大人的话吧。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庞九公，多大岁数？今年78岁了。世居于此？正是。好吧，我来问你，这恩济庄与岗上的江家庄有何关系？回大人的话，恩济庄就是江家庄。哦，那为何改名为恩济庄？这说来就话长了。江家庄原来分为岗上与岗下，岗上所住都是江姓，而岗下所住都是庞姓。后来为何改名？60年前庄中失火，将江家人全部烧死，就剩下了岗下的庞姓村民。至此，江家庄才改名为恩济庄。哦，是这样。那为何失火？这草民就不太清楚了。哼哼，不太清楚。我劝你实话实说，免得皮肉受苦。草民真的不知道啊。我提一个人，也许你会想得起来。谁？江小郎。我看你这老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2位大人在上，草民不是不说实话，实在是不敢说呀。为什么？怕招来恶鬼呀！简直是一派胡言！你以为这样就能搪塞本官吗？60年前，江小郎一家被杀身亡，尸体被人斩去了头颅和左臂，后来在西林将军庙的供台上被发现。4个月后，江家庄忽然着起大火，将庄中的江姓村民全部烧死。与此同时，将军庙也起火焚烧，尔等便庸人自扰，说什么厉鬼作祟、阴兵杀人，真是无稽之谈。大人，您全知道了。怎么，你还不肯说实话？罢了，草民就豁出去了。大人，您说的一点儿也不错。草民2人就是青阳岗上那场大火当中的江家幸存者呀。哦，你不是姓庞吗？草民2人都是江姓的后生，当时才18岁。起火的那天晚上，草民2人
在港下贪玩，就住在一家庞姓人的家中，这才逃过一劫呀。原来是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改姓庞呢？这扶他们坐下。是。来，坐吧。啊。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这要从江家庄的来历说起了。前隋末年，天下大乱，有一位勇将叫宇文成都的，不知几位大人可曾听说过呀？宇文成都是前隋炀帝驾下效果军的中郎将，本官知道此人。我们江姓的族长江小郎，就是宇文成都军中的将领啊。江小郎是宇文成都的部下。正是。当年宇文成都率军退到了洛阳附近，被窦建德的大军所围。成都勇冠三军，乃沙场之悍将啊！几次接战，令窦建德损兵折将。于是窦建德便派人潜到了营中，找到江小郎。你是什么意思？将军，而今你们兵少粮缺，已被窦王大军所围。宇文成都虽然勇冠天下，但他就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啊？你们的败局已定，只是迟早的事情。将军，你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呐。你到底想说什么？素闻将军与成都有隙，不如趁此机会袭杀此贼，投靠窦王，必获重赏。你要陷我于不义。将军千万不要执迷，目前的状况你比谁都清楚。如不尽早做出选择，待到窦王大军来到之时，可就玉石俱焚了。好，我答应。好，痛快。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马上禀告窦王。卫士不用着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宇文成都乃当世勇将，要杀他谈何容易？因此，我要向贵使借一样东西。好，说吧，不管借什么，我都答应你。我要借贵使的项上人头。江小郎持使者的首级去见了宇文成都，说明了前事。宇文成都深为感动，不但重赏了江小郎，还将自己的贴身卫队交给了他。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将军，
白了，这个江小郎真是好深的心计啊！江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将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王大喜，将成都的首级传令六军，尸体就埋在西林之中。西林中的将军庙真是宇文成都的葬身之所？是啊，当时窦建德重重赏赐了江小郎，并把他留在麾下。听老人们说，江小郎杀死了宇文成都，连续数月被噩梦缠绕啊。他请了一位道士，道士说，宇文成都失去了首级，魂魄便无法进入冥界，更无法轮回脱生，因此阴魂不散，化作厉鬼，早晚有一天会来找他的。江小郎非常惊恐，急忙派人去寻找成都的首级，可是没想到，首级已被窦建德纵火焚为灰烬了。那西林中的将军庙是何人何时所建？据老人们说，将军庙就是江小郎亲自率领姜姓族人所建，具体什么时候，草民就记不起来了。想来是这个江小郎事主求荣，心中不安，所以才产生幻象。大人，鬼真的是存在的呀。好了，你继续说吧。后来窦建德被我大唐所灭，江小郎率部下反正，投入了右卫麾下，积功做到了游击将军。武德3年，天下初定，他便率领一些不愿留在军中的部下，回到了河南县，建起了这座江家庄。当时他的部下大部分是从家乡跟随他出来的姜姓契属，建庄之时又收留了很多庞姓的流民，因此姜家庄就分为岗上和岗下，岗上是姜姓，岗下是庞姓，江小郎自然就成为族长了。奇怪的是，他的家并不在岗上，而是在岗下。哦，就是60年前发案的那座江家大院。正是，今天早晨你们还去过呢。你是说那座荒废的院落就是江家大院？是啊，怎么你们不知道？太可怕了！这江小郎为什么要将江家大院建在岗下呢？父亲说，他是为了躲避宇文成都的鬼魂来寻仇，因此才把家建在庞姓聚集的岗下。没想到他还是没有逃过厉鬼的追杀呀。你见过江小郎吗？我从来没见过他。他不是你们姜姓的族长吗？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自从建庄之后啊，他几乎从来没在家住过，因此除了姜姓的老人们外，真正认识他的人呢，可以说微乎其微。那么江家大院被杀的30多口人中有他吗？当然有了。正因为他忽然回到了江家庄，所以厉鬼才会动手的。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这是厉鬼作祟，可是不久，从县衙里传出消息，说捕快们发现江家人的头颅和手臂被供奉在将军庙里的宇文成都神位前呢。几个月后，从衙门里来人说，这案子是厉鬼复仇，杀死了江小郎和所有姜姓族人的。衙门里的人是这么说的？是啊。你敢肯定？当然了。连岗下的庞姓之人都不知道宇文成都之事，衙门里的人怎么会知道此事呢？他们不知道宇文成都的事，又怎么会说出厉鬼复仇的话来？
听说县城请来位道士，道士请缨占卜之后对他说的。哦，原来如此，你继续说吧。此言一经传开呀，那江家大院立刻就成为禁地了。老人们说，任何踏进这大院的人都会被厉鬼当作江家的人而惨遭杀害呀。正因为如此，草民为怕厉鬼寻仇，才改了姓氏的。恩师，我全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前夜死在江家大院的那些人，就是因躲大雨误入鬼宅，因而被宇文成都的鬼魂认为是江姓之人，这才惨遭不幸。太爷说的极是，草民也是这样想的。哎，真想不到，时隔60年，这厉鬼竟又回来了。好了，你说的很有价值，多谢2位老人，你们这就请回吧。怎么不带我们到衙门里去了？无缘无故怎么会送你们到衙门呢？今天晚上不过是来问问情况罢了。那2位就请吧。那草民就先告退了。怎么，他们都走了？是啊，感觉怎么样？还是请李将军先说一说吧。元芳，大人，我想您现在不得不承认鬼怪作祟的事实了。幽冥确实存在，鬼怪就在我们身边。恩师，李将军言之有理啊。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这种解释了。难道我真的错了？不，我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怪存在。立右屯尉，乃上之亲勋卫帅。开皇3年，文皇帝即萧卫与过一军，并为萧果卫，见军中壮士充任，以血鹰赐作弊。血鹰，血鹰，
滴血雄鹰。开皇6年，大将军袁胄反，为文皇所知，卓其庐斩其左臂以击大都，效果为随律此。卓其庐斩其左臂以击大都。好，元发，进来。来，大人，您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是啊，我在这本《开皇实录》当中找到了滴血雄鹰。真的？书中记载，隋文帝杨坚在开皇3年，将骁卫与果毅军合并，组成了骁果卫，挑选军中壮士出任侍从，在其左臂上刺上一只血鹰作为标志。血鹰？就是滴血雄鹰。哦，我明白了，这就是西林将军庙正殿基石上为什么会有雄鹰花色的图案。这滴血雄鹰就是骁果卫的标志。厉鬼杀人后，在案发现场所绘的滴血雄鹰的标志，就是告诉人们，他就是骁果卫的领袖宇文成都。这本书中还说，开皇6年，骁果卫大将军袁胄造反，隋文帝杨坚将他抓住，斩下他的头颅和左臂，以及骁果卫的大旗。从此后，骁果卫便以此作为一种仪式，凡是遇到背叛之人，便斩下他的头颅和左臂，以示惩处。斩下头颅和左臂，是骁果卫的仪式。看来宇文成都的厉鬼就是沿袭了骁果卫的这种残酷的仪式，将背叛他的人杀死，然后斩下头颅和左臂，以奉血食。如果说官道和恩济庄的血案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话，这本《开皇实录》当中绝不会有半点虚言。大人，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案子的每一步都这么若合符节，毫无破绽，难道这真是一桩诡案？我还是不相信这世上有鬼。这样吧，明天我们再访恩济庄，我要亲眼见一见这个无头厉鬼。哎呀，真惨啊！这莫名其妙的就被人家砍下了脑袋。这厉鬼怎么跟咱们村干上了？让开！这王后村，让开！让开！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前天被你们找去问话的叔公，昨晚被无头鬼给杀了。前天夜里，他们要是不和咱们说那番话，恐怕就不会死。看来，这个恶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姓姜的人。哎，那位九叔呢？啊，九叔，我一天都没看见他了。哎，大伙儿看见九叔没有啊？没有啊，看见没有？没看见呀，没看见。走。快走！九叔啊，九叔，无头鬼，无头鬼，无头鬼。九叔啊，你还好吧？无头鬼，无头鬼，他要杀了我，他要杀了我呀！他要杀了我。九叔啊，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啊，来人啊，有，将九叔扶到我下榻的正堂。是。今天晚上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无头厉鬼是个什么样子。无头鬼，无头鬼，就别杀了我。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几十年前，岗上姜姓人家一夜之间被厉鬼杀光，没想到现在这恶鬼又回来了，求太爷救救小人们的性命吧！乡亲们，本县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啊！此案是厉鬼作祟，这大家都听说了吧？阴阳有别，我这个阳间的官儿管不了阴间的事。太爷，求求你别走，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恩师，这……乡亲们，听我说两句。你也是当官的？乡亲们，我在这儿给大家下一个保证：不管这个杀人凶犯是人是鬼，我一定把他抓捕归案，明正典刑，给死者一个公道，让乡亲们放心。哎，你是谁啊？敢夸这样的海口？哎，连县太爷都管不了的事，你能管吗？大胆！怎么能这样和大人说话？哎，你放心，我说过的话就是铁板钉钉，我说能管，就一定能管。大人，你先告诉我们你是谁，否则草民们不敢相信呢。对，你是谁呀？凭什么说这样的大话呀？是不是觉得我们乡下人好骗，说大话糊弄我们呀？对，是不是这样啊？大胆大胆！你们想造反不成？那好吧，曾大人，你就把我的身份告诉乡亲们吧。恩师，这……但说无妨。乡亲们，这位就是当朝宰相狄仁杰，狄大人。宰相能到咱们这小破村来？哎，什么叫宰相啊？哎，你可真没见识，宰相就比皇帝小一级，那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比咱们县太爷的官还大吗？哎呀，10个县太爷也顶不上一个宰相，真的，这么大官啊！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将恩济庄之事奏明皇帝，皇帝封我为抓鬼大臣。从今天起，我就要在这恩济庄中抓鬼。公主，国师呢？正在里面等着公主。好，公主请。师兄，别来无恙啊！啊，承公主挂念，只愿一切安好，请坐。怎么样了？公主真是人中龙凤，女中豪杰。从此时一开始，每一个步骤都在你的预料之中。下面，你打算怎么办？一切都按计划行事。你的人都准备好了吧？一旦皇帝宾天，我哥哥和武三思争斗一起，我们就要马上动手，绝不能有丝毫迟疑。请公主放心，只听公主一声号令。
真的是错了。大人，元芳，有事吗？卑职是来向大人辞行的。什么？卑职无能保护大人，在厉鬼面前竟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这一次，面对厉鬼，我们都失去了勇气。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保护九叔的安全，可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厉鬼斩下了他的头颅。我狄仁杰愧对恩济庄的乡亲们。大人，是卑职无能，请大人准许卑职辞去牵牛卫中郎将之职。元芳，还记得突厥使团于汉衙吗？你身遭渊县被人追杀，大小恶战数十场，身负重伤，可你从来没有屈服过。为了自己的清白，你甘冒大险来到将帐见我，这是何等的勇气！可今天面对厉鬼，你却萌生退意，真是让我感到惊讶。大人，卑职是下级军官出身，靠刀枪挣出的功名，不管多么恶劣的环境，多么危险的情况，卑职从没有恐惧过。可是这一次，是啊，这一次我们遇到的不是人，而是鬼。大人，不是卑职忍心要离开大人，而是幽冥之事，卑职真的无能为力。今天晚上竟然是大人拔出了卑职的宝剑，卑职真的感到无地自容。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在恩济庄的百姓和皇帝面前都夸下了海口，声言自己能够捉鬼，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世上会有鬼。可是我错了，现在看来，发生在4到10州的滴血雄鹰一案，就是一桩幽冥立案。明日大人便可对村民们讲明，幽冥之事并不是可以说清楚的，这不是大人的过错。就是百姓们肯放过我，皇帝也不会放过我。他已经下旨封我为抓鬼大臣，如果我无功而返，他会怎么样？君无戏言呐！元芳，我们是不是想自己想的太多？什么无能为力，什么君无戏言，我们何尝替那些被厉鬼无辜杀害的村民们想过？我们之所以在厉鬼面前失去了勇气，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官越做越大？是不是因为我们想自己想的太多了？元芳，我觉得你我都应该找回过去的勇气。大人，我明白了。元芳，我想求你一件事。大人，您说。这一次，不管你我2人的结果如何，我们都要替恩济庄的百姓除掉这个无头厉鬼。哎，曾太呢？在东厢房。哦，曾太，所以你就投靠了梅花内卫。什么？不是吗？你就是内卫。作弊！作弊！你立即把曾太找来，我们马上回神都，连夜再看官道。是。
真的是内卫。所谓死者江小郎，其实是一名内卫首领，他的真名刻在腰牌的背面。内卫府阁领孙殿臣，他叫孙殿臣。是啊，内卫府阁领，官儿可不小啊。可这怎么又和内卫扯上关系了呢？是左臂，是你的左臂提醒了我。左臂？是啊。你做过内卫，你的左臂上有什么？梅花刺青。这就对了。本来我已经认定此案为厉鬼作祟，可是一道灵光照亮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左臂。当时我想，假设凶手不是鬼而是人，假托前随旧事，以厉鬼作为幌子，肯定是要意图掩盖事实的真相。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死者的身份。凶手杀人后将头颅斩下，这一点很好理解，他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是谁。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将死者的左臂斩下呢？因为死者是内卫，左臂上有那朵人尽皆知的梅花刺青，一旦刺青被人发现，死者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不错，想到了这一点，我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官道上那名死者一定在临死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还记得在勘察官道现场的时候，我们那一番谈话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从案发到报案，这条路上除了死者所乘的马车，没有其他的车辆经过。这条官道直通神都，非常繁忙。那么什么时候路上才没有车辆呢？神都的城门关闭以后，路上就没有车辆。那么神都的城门何时关闭？按常理说是在丑末关闭，辰时开启。那么中间这2个时辰不就正好是寅时和卯时吗？不对啊，恩师，有一点说不通啊。什么？既然城门已经关闭，那么死者为什么还往神都而去呢？即使他赶到了，也叫不开城门呢。这种行为不太合乎情理吧？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此人一定有办法叫开神都的城门。那么死者用什么方法来叫开城门？那方法就在你的手中。对呀，用这块腰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叫开城门。想通了这一点，我越发认定上次勘察现场的时候，一定是在哪一点上有所疏漏，致使我们没有发现最重要的证物。于是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过着当时的情形。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什么地方？官道旁的墓碑。墓碑有什么奇怪的？墓碑并没有什么奇怪，而奇怪的却是死者在仓皇逃命之时，为什么会停在墓碑的前面？刚刚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不过是一闪而过，因此我就做出了再勘现场的决定。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所以我没有告诉你们我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可事实再一次证明，大人推断如神，这一块腰牌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鬼怪之说。大人，卑职……为神惧鬼之心，人皆有之。在没找到这块腰牌之前，我也几乎相信了厉鬼作祟这一推断。可是最细微的细节往往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一块内卫腰牌令我拨云见日。先生万分惭愧。你也不必自责了。
此案设计之奇，真是亘古未有。从各个细节入手，将人引入幽冥之境，真可谓是大师的杰作。只可惜大师碰到了大人。这内卫是皇帝最亲近，也是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如果说河东陇右剑南三道和这里的血案中的死者都是内卫的话，那就说明这个计划是针对皇帝的一个大阴谋。可是恩师，难道恩济庄中死去的那3位老者也是内卫？绝不会，这个案子另有蹊跷之处。要想查清滴血雄鹰一案，就必须先破解60年前江家庄中的血案。江小郎啊，江小郎，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然如此神秘。今天该让狄某见识见识了吧？大人，动手吧。放倒墓碑，掘开坟地。是。哎，那边，你看那边。怎么了？听说狄大人抓到了余文成都的无头厉鬼，村民们都跑过去看呢。是吗？嗯。怎么，何大人要走啊？这么好的戏，不去看看吗？哎，这走吧。我听说鬼都跑了，了不起呀！哎，这鬼没都给抓着了，保住了。哎呀妈呀，这就是那无头厉鬼啊！哎，狄大人来了！啊，狄大人，狄大人来了！乡亲们，听我说2句。乡亲们，安静了，听狄大人跟我们说。这就是那个祸乱一方的无头厉鬼。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他不是鬼，而是人。站起来！怎么是人？娘的！我说这个王八蛋怎么不怕天亮呢？原来是人装的。把上体拿下来。哎呦！大家看见了吧？这个上体是用胶泥做成的，罩在此人的头顶之上，外面再罩上铠甲和斗篷，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都不露任何的破绽。但是，无论他怎么装扮，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人。乡亲们，静一静，听我说2句。乡亲们，狄大人为我们抓了鬼，救了咱的命，咱们应该听狄大人的，对不对？哎，安静！乡亲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此人虽是罪大恶极，但是还要经过官府的审讯才能够定罪。如果你们今天把他打死，狄某回朝无法向皇帝交代。而且此人虽然是凶手，却不是元凶巨恶，他的背后还有主谋。今天乡亲们让我把他带回朝中，
对他严加审讯。我在此向乡亲们保证，一定给死去的乡亲们一个公道。九叔都白给他，还有什么可讲的？狄大人救了咱恩济庄全村人的命，咱们不能让狄大人背黑锅。大家说对不对？对，高三说的对。狄大人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命，咱们应该跪下谢恩。对，你给大人跪着。感谢众乡亲爱戴，狄仁杰愧不敢当。谢狄大人。郭老，昨夜何大人辛苦了，带我们找到了假扮无头厉鬼的凶手，真是绝功甚伟啊！大人，卑职不明白您说什么。不明白？这件事情没有比你更明白的人了。自庞九叔被害的那一天，我就开始怀疑你就是操纵无头将军的元凶巨恶，因为当时只有我们4个人听到庞九叔的那番话，也只有我们4个人才知道他不姓庞，而姓姜。为了使我坚信此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做，于是你连夜招来了无头将军，杀死了庞九叔及另外一位老汉，使姜姓家族从此灭绝，真是人面兽心，歹毒之极。还有，从本案一开始，你就利用我对官道上马蹄印的怀疑大做文章，以前随蹄铁和汉代宝马2大悬疑，将此案引入幽冥，而后更混淆视听，假借60年前姜家庄惨案，宇文成都冤魂复仇这一无稽之谈，企图将我们带入歧途，令我们无法破案。厉将军，你的话我不明白。哦，你不明白？好啊。郭老，高日进，利用2页旧档案胁迫你成为帮凶的，是不是这个人？回郭老的话，正是此人。怎么样？你还有何话说？本来你们的计划已经得逞，我已经完全相信了此案是宇文成都的厉鬼所为这一说法，但是你命无头将军斩去了死者的左臂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我便2勘官道，得到了这个。啊？此物你是从何得来？当然是从官道旁的墓碑之下得到的。孙殿臣在临死之前将这块腰牌放在了墓碑之下，可是你的无头将军并没有发现，因为他毕竟是人，而不是鬼。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忽，断送了你的整个计划。于是，我便顺藤摸瓜，挖出了高如进，并且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这样一个抓鬼的计划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了。首先，我命人打造了一副和无头将军一样的铠甲，再用稻草扎成假人，选了一匹高头大马，将马蹄用胶泥制成海碗大小。在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我让元芳从神都把你请来，告诉你我已设下巧局，无头将军今晚一定会中计。你虽然心中不信，但仍有些惴惴不安。于是到了夜里，我便命人假扮无头将军，来到了恩济庄。人来了以后，把衣服脱下来给稻草人穿上，大家都拔刀鼓噪，明白了吗？是。张宇，我来了，快把他衣服脱下来，快给稻草人换上。快！剑插上，拔出刀来，开始！杀！抓住无头将军了！于是，我便带你来到了姜家大院，让你看到了无头将军的尸体，
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仍然是半信半疑，因为无头将军是受你操控的，没有你的命令，他是绝对不会行动的。可是眼前的景象又不能不令你感到害怕，于是你的心中七上八下。趁夜来到了大院，想验看一下尸体，证实一下那个尸体是不是你的无头将军。但是守门的卫士得到我的严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这就更加增添了你心中的恐惧。于是你连夜骑马赶到西林将军庙中，想看一看你的无头将军是否还活着。等你走后，李元芳率兵包围了将军庙，经过一番激战，将你的无头将军捉拿归案。为了这个计划，我费尽心力，从无头将军的人选到马匹配置，我都极尽所能，做到滴水不漏。哦，我倒想听一听。这个无头将军名叫哈斯努尔，乃是3年前西域小国进贡骏马时一名随从的马夫。此人天生神力，就是个哑巴，正好为我所用。而那匹宝马名叫混青儿，是汗血马和西域马的混种，天下只此一匹，绝无再者。当时，哈斯努尔和这匹混青儿都在我飞龙使的贤厩之中，于是我暗中将他们偷出，精心打扮，化成厉鬼的模样。只要有行动，便听我的召唤，立刻出击。此计不可谓不巧，用心不可谓不精。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最终还是自食恶果。连这等巧计都被你识破了，此乃时也命也。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何云，发生在4道10州的滴血雄鹰一案，都是你一手操纵的？不错。这是你假托厉鬼之名，针对内卫进行的一次清洗行动。可以这么说。你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说。好啊，我今日就回朝，把你交给皇帝，看他会对你怎么样。你要把我交给皇帝？正是。你是知道他老人家的手段的，你想一想你会怎么样？分尸、寸劫还是活剐？不，我不能说，我说了会死得更惨。好吧，元芳备教，回神都交旨。是。我看恩济庄的这些人啊，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哦，此话怎讲？案子没破时，千方百计的要大人回来救命。现在案子破了，大人离开，你看，哎，连个送行的都没有。元芳啊，为官者但求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民，至于其他的，就不必过多计较了啊。这恩济庄北依邙山，西对谷水，也算得上是个行胜之地。是啊，大人。大人，你看，恩济庄全体村民恭送狄大人。快请起，乡亲们快起来吧！大人走得仓促，村民们不及定做护民伞。这把油布雨伞就请大人收下，聊表恩济庄全体村民
全权之意。感谢恩济庄父老乡亲们的深情厚谊，狄仁杰既感且愧。乡亲们，都请起来吧。恩师，他们这是贵族，你要是不走，他们是不会起来的。多谢乡亲们，多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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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乡亲们。你还有心情在这里闭目养神？公主，狄仁杰已经大获全胜了。什么？鄂云高如镜如今在他的手里，一旦事情败露，你我死无葬身之地。不能再等了，明天夜里必须行动。来，春香。这根铁杆是做什么用的？啊，这是国师王之远进献的驱鬼法器，从空中导引火龙，通过铜丝传导至殿门上方的玄铁，释放电流，使恶鬼无法进入殿中。国老请。陛下，狄国老来了。臣狄仁杰参见陛下。平身。谢陛下。怀英，听说你已经把永昌县的那个无头厉鬼抓住了。陛下是听何人说起的？是太平公主告诉我的。臣此次进宫正是向陛下交旨。还有，这次这个所谓的无头厉鬼并不是鬼，而是地地道道的人。哦，看来臣上次在宫中对陛下所说并非虚言，这世上是没有鬼的。啊，这是此次永昌抓鬼的经过，臣都仔仔细细地写在上面，请陛下过目。陛下，您要是无心看阅奏章，臣就说给您听听，全当解闷儿。不必了，朕还是看奏章吧。是。陛下，这奏章当中有几部分非常重要，还望陛下细读。知道了，你去吧。是。对了，陛下。臣还有一事
能不能斗胆问一问？你说吧。刚才臣在殿外看到一根铁棍，春香说是什么驱鬼的法器。是的，自从这个法器进宫之后，朕再也没有被噩梦缠绕过，每晚都能安寝。这可真是个宝贝啊！哦，哦，对了，还有一个头罩。春香，把头罩拿给国老看看。是。国老，陛下，此物真的管用？应该说非常管用。那这2件物件是何人所献？是国师王之远和他的老师虚谷子研磨出来的。虚谷子？怎么你知道？啊，不，臣只是觉得这名字很耳熟。啊，这个虚谷子乃是首阳山中的一个道士，道行非常高深，今年已经100岁，是国师王之远的老师。哦，那臣就告退了。虚谷子，虚谷子。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大人，是在高如进家。他说替他散播消息的那个道士就叫虚谷子。不错，是他。怎么了，大人？不好，快走！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是。快点！不好，我们来晚了。何云，何云，何云，狄大人，我何某悔不当初啊！大人，我们是一个秘密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是奉皇帝的密旨组成的。
马上去通报，就说我有要紧之事要面见皇帝。是。皇上，该安寝了。你去吧。是。站住！你要干什么？帝国老有万分火急之事求见皇上。皇上刚刚睡下，就是10万分火急也不能见他。可是帝国老说，不管怎样都要把皇上叫醒。皇上最近身体不好，本身就睡眠不足，你还敢叫醒他？是不是不想要脑袋了？那我马上转告帝国老。去吧。帝国老，怎么样？皇上已经睡着了，不见任何人。国老，你明天再来吧。完了，一切全都晚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大人，你想到了什么？现在还有一线生机，但愿神佑皇帝，让他看到我留下的奏章。陛下，这奏章当中有几部分非常重要，还望陛下细读。国老，我看您还是先回去，今晚皇上肯定不会召见的。有所不为，有所避免。今夜就是死，我也要战死在这宫门前。来人！哎，狄国老，你怎么在这儿啊？皇上召见。苍天有眼呐！好了，你回去吧。是，那微臣告退。
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针对陛下。陛下，想不想知道这案子的真相？那臣就实话实说了。说吧，今晚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忤逆之罪，有话就明讲吧。是，那臣就从头讲起吧。2年前，陛下密令国师王之远和飞龙使何云统帅内卫，在江湖上组成一个秘密组织，打着反武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联络隐遁在江湖中的各派反武势力，将他们吸引出来，而后一网打尽。臣所说的没错。然而王之远并没有执行陛下的密令，他们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非但没有将他们一网打尽，反而将之收为己用。收为己用？正是，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什么目的？谋害陛下，挑起太子与梁王之间的争斗，从中渔翁得利。谁？你说的是谁？陛下不要心急，容臣慢慢的道来。这2年多以来，王之远与何云确实联络了各派反武势力，使自身的实力迅速壮大。然而他们手下仍有很多忠于陛下的内卫，这些内卫得知了真情之后，必然要向陛下密报。没想到被王之远与何云得知，这2人为了不暴露自己与内卫的身份，又能够将异己铲除，就想出了这个假托厉鬼作祟的滴血雄鹰之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所有知情内卫的大清洗，河东、陇右、剑南3道连发血案，最后终于到了天子脚下的神都。内卫府阁领孙殿臣进京密报，终于被杀死在永昌县通往神都的官道之上。这个案子臣在奏章中已经写得很详细了。那么与滴血雄鹰同时进行的便是宫中闹鬼案。其实陛下先前所说的噩梦都不是梦，而是王之远的亲信春香等人做下的手脚。2日前，臣到观风殿为陛下诊病，发现陛下所服安神汤的药碗中有一些紫色的粉末。回去后，臣请高人验看，发现那粉末乃是用苗人的骨粉制成的迷幻药，正是春香等人让陛下服用了这种药，才使陛下屡生幻象。其实陛下在镜子中看到的所谓张怀太子的诗，不过是服用迷幻药后产生的幻觉罢了。啊！春香，春香，陛下，你怎么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啊，镜子中是陛下的圣容啊。还有什么？没有了。你没看见有一首诗吗？没有什么诗啊。啊？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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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怎么样了，春香？把它放到箱子里，送到宝成殿。是。
于是，便有了那一幕幕的噩梦。我说，怎么每一次做噩梦，都像是在真实的情形之中，历历在目。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使陛下深信闹鬼之事，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为后面以这套法器来谋害陛下铺平了道路。他们既然已经潜入朕的身旁，为什么不干脆把朕杀掉？恕臣无状。如果陛下真的遇刺身亡，那么陛下身边的这些内侍和宫女就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一旦追查起来，不用1天时间，就会真相大白，揪出元凶，将其绳之以法。于是，他们就想出了这条毒计。他们知道王皇后死后，我畏惧厉鬼，害怕冤魂，他们就抓住我的弱点，作为武器来攻击我，只将我弄得形神俱溃。王之远再出面献宝，解我之危，在我不察之下，以此雷电法器将我杀死，而后通过春香这些贱人之口，说出是厉鬼害了我，顺理成章，没有丝毫破绽。好歹毒的计策呀！这个王之远，我要把他千刀万剐，剁成肉泥。本来臣以为何云既是元凶，但是今天上午闲谈之中，陛下说出了虚谷子和王之远的关系，让我一下子想到这件事的首恶并不是何云，而是王之远。于是我一下子想到了王之远所献的法器，那哪里是法器，明明是弑君的利刃。我心急如焚，跑到天牢之中找到何云，不想何云已被人投毒，临死之前向微臣说出了真相，臣这才硬闯上阳宫。能解如此奇案者，天下一人而已。陛下过奖了，但臣不得不说，王之远也不是本案的元凶首恶。是的，你刚刚说过，这个元凶是想借着我的死，挑起太子和梁王之间的争斗。是的，如果陛下宾天，太子与梁王的两股势力必定拼个你死我活，弄不好会两败俱伤。而此时这个元凶在以其号召力，凭借王之远收罗的那帮反武势力为后盾，出面收拾残局，坐收渔翁之利，此计不可谓不毒啊。谁？你说的这个人是谁？难道陛下真的想不出？国师真是好定力啊！大难临头了，竟然还能稳如泰山。他死了。哦。大人，谁干的？当然是那个元凶干的。那个元凶到底是谁呀？你真的想不出来？
了太平公主，还能有谁呢？是公主？那皇帝知道吗？皇帝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罢了。